殿内一片狼藉，但并不像是一场恶斗，而更像是有强大的力量席卷过这座大殿。至于赵红，则是消失不见。赵红大人看到这样一幕，韩秀吓得脸色惨白，整个人都慌了。惊慌之余，韩秀开始大声呼唤，并且四处寻找，只是根本找不到赵红的身影。赵红所残留的气息只停留在这座大殿之内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虽有破坏的痕迹，但却并没有血迹。前辈，不用找了，赵红他应该是被人掳走了。楚风说道。掳走？可是会是谁掳走赵红大人？赵红大人此次归来，并没有太多仇家，而他的那几个仇家也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韩秀也不是没有想到过赵红是被人抓走了，只是他想不到有谁会对赵红出手。毕竟那些有动机的人都没有击败赵红的能力。难道说是那些人是云空仙宗？忽然韩秀凝声道，云空仙宗正是当日抓走殷庄红的人，并且当日云空仙宗与红衣圣地也是发生了一些摩擦，看来前辈也曾调查过那些人的来历了。楚风说道。当日云空仙宗的人来到红衣圣地，并未露面，韩秀以及楚风等人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何来历。楚风也是后来询问龙道之才得知了那些人的身份。那些抓走殷庄红的人来自云空仙宗，而现在韩秀既然也能说出他们的身份，便说明韩秀也是调查过那些人的来历。他们抓走了庄红，我不可能坐视不理。若真的是他们做的，他们为何只抓走赵红大人而不对付我们？他们明明有能力将我红衣圣地根除。韩秀眉头紧锁，不停地思索着，难道是那个叫做怜惜的人，是他出于私心，所以前来报复？韩秀思索一番之后，只能想到这个人，那怜惜也是云空仙宗的人。当日前来抓走殷庄红的时候，那个怜惜首当其冲，他对红衣圣地以及其他人的藐视最为明显，并且那怜惜还与赵红有所交手。而那一场简单的对决乃是赵红占据上风，若不是云空仙宗有高手阻拦，那怜惜还打算与赵红继续交战，所以那怜惜对赵红怀恨在心，也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的。当日云空仙宗就有实力将红衣圣地抹平，但他们没有，只是将殷庄红抓走，说明云空仙宗并无剿灭红衣圣地之心。若要说可能对付赵红的，也就只有那怜惜了。的确有可能是他，不过也不排除其他因素。楚风此时与韩秀想的差不多，但他更担心的乃是赵红的安危。若真是落入那云空仙宗怜惜的手中，以那个人的心性，赵红必然凶多吉少。于是楚风开始运用天眼仔细观察此地，他是想要寻找一些线索。想要找到赵红，必须要用实质性的线索和证据，不能只靠猜测。毕竟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赵红。有阵法。忽然楚风目光变化，他察觉到了东西，那是一种力量潜藏在这大殿之内。但仔细观察，楚风又发现那并非是结界阵法，而是一种武力汇集而成的力量。那力量被楚风察觉之后，便立刻喷涌而出，化作几道大字，竖立于这大殿的半空。楚风，今日起不可再以假面示人，否则不仅赵红必死，你楚氏天族的族人也一个别想活。这几个字几乎只浮现一瞬间，便立刻消散，但消散之后却化作一股狂暴的量，席卷这座大殿。那力量并未袭击楚风和韩秀，但楚风与韩秀却能真切地感受到那股力量的强大。那是一股可以抹杀所有的力量，不仅能够轻松将楚风和韩秀抹杀，他甚至能够在瞬息之间就将整个红衣圣地夷为平地，让红衣圣地的所有人全部再从这个世界消失。那股力量就是在提醒楚风和韩秀，他所说的话绝对能够做得到。这股力量是在警示楚风，所以他也并未持续太久，便消散而去。虽说那几行字只浮现片刻，但楚风与韩秀却都看在了眼里，更是印入了心中。尤其是楚风那种自责与震惊，更是让他一时之间难以平静。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赵红遭遇的劫难竟是因他而起，甚至就连楚氏天族也遭受到了威胁。只是这到底是何人所为呢？他又意欲何为？但不管是谁，云空仙宗的可能性已是非常之小，并且能够确定的是，抓走赵红的人实力极为强大。楚风，你是得罪了什么人吗？韩秀对楚风问道。应该是被刚刚的力量所吓到了。此时身为红衣圣地掌教的韩秀身体竟然在发抖，就连声音都散发着恐惧。而这不怪他，着实是刚刚出现的力量太过恐怖，那是一种连韩秀都很少触及到的强大。得罪的人倒是有，只是我得罪的人中，知道我与赵红认识的应该没有才对。而这个人似乎对我的底细非常了解，到底是谁呢？楚风不停地思索着，但是在他得罪的人之中，他却根本找不到会这样做的人，也找不到具有如此实力的人。不管是谁做的，至少说明赵红大人还活着，这也算是不幸的万幸了。楚风，你也不要自责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而既然这个人是冲着你来的，他迟早还会找你。而且我怎么觉得此人对你的敌意也不是特别的深，否则他完全可以大开杀戒，没必要威胁你。韩秀得知赵红的失踪与楚风有关后，并无丝毫责怪，反而在安慰楚风。至于楚风，他没有说话，而是陷入思考。他其实也感到奇怪，就如同韩秀所说，这个人如此清楚楚风的底细，他若要对付楚风，易如反掌；若是想叫楚风自责，直接杀了赵红，明显效果更好。为何偏偏要这样做？这样做对他有何好处呢？不管对方到底是谁，又有何目的，从今日起，你都是不能再以修罗的身份示人了，只能用楚风的身份。韩秀再度说道。其实改头换面也并非我本意，我也是害怕我身边的人遭受我的牵连，所以才伪装身份。现在既然用真实的身份才能保护我在乎的人，我自然不会再用其他身份。尽管知道赵红并没有死，只是被人抓走，成为了威胁自己的一个筹码，可是楚风的心却依旧很不安稳。
反而始终是悬着的。对方目的不明，但却有抹杀楚风的实力。楚风现在就好像被对方掌控了一样，甚至只要对方愿意，楚风将成为对方手中的玩物，不管对方是敌是友。但这种被他人掌控的感觉，让楚风非常的不安。之后，楚风就离开了红衣圣地，返回了七阳山脉，去找汤晨大师和袁术以及于婷会合。当楚风返回之后，汤晨大师决定提前出发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那远古灵域所在的地方，牛鼻子老道留下的那座大阵并不相连，所以楚风等人想要到达远古灵域，无法通过牛鼻子老道留下的大阵快速传送，还是需要通过远古传送阵进行赶路。这样的话，途中也要耽搁不少时间。为了以防意外，提前出发倒是一个最佳选择。途中，楚风一直在思考着赵红之事。楚风不是一个怕事之人，他自己的生死在他眼中还没有亲人朋友重要。当亲人朋友都遭受到了威胁，楚风不可能不担心。尽管对方目前表现出来的态度恶意并不重，可楚风依旧很担心。虽说他极力隐藏情绪，但还是被汤晨大师发现了不对。楚风小友，你有心事？汤晨大师来到楚风身旁后，不由得问道。其实他已经观察楚风好一阵子了，平时交谈没什么，但只要楚风一个人，楚风就会陷入沉思状态。沉思入境之时，楚风的眼中会不自觉地露出担忧。前辈，晚辈没事。楚风笑着摇了摇头，他不想将此事告知汤晨大师。他不是不信任汤晨大师，而是他不想将汤晨大师牵连进来。尽管楚风现在已经知道汤晨大师很强，乃是一品武尊，深知当日在疾风列族，楚风遭遇危险之际，就是汤晨大师暗中出手相助，才让楚风逃过一劫。可直觉告诉楚风，那个将赵红抓走的人实力极强，是汤晨大师也无法对付的。楚风小友，我与牛鼻子那老东西乃是生死之交，多年的挚友，只是世人不知道我与他交好罢了。若不是关系到了一定地步，他也不会诈死之后骗了所有人，却唯独告知我真相。所以你是他的弟子，也就等于是我的弟子。你若有什么事可与我说，老夫只要能帮到你，就一定会尽力帮你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若遇到麻烦，可莫要一个人扛着。汤晨大师说道。他这番话可不是随便说说，楚风能够感觉到他是真的想帮自己，只是楚风心意已决，仍打算将此事藏在心里。前辈，疾风列族您了解多少？楚风问道。虽说赵红以及族人被威胁之时，楚风不打算告知汤晨大师，可是关于疾风列族，也许汤晨大师能够赶忙。毕竟汤晨大师是能够击败疾风列族高手的存在，也许他有能力进入疾风列族之中，帮助楚风救出亚妃、颜如玉、慕容婉三人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当初的楚风年少轻狂，也做过一些出格的事，而这3个女人都是楚风亏欠的女人。楚风一直想补救，却都没有机会。如今楚风更是怀疑，她们3人被疾风列族强行占据了肉身，这让楚风很是惆怅与难过。因为被占据肉身，一般有2种结局，一种是如苏柔、苏美那般，她们姐妹虽被月仙占据了肉身，可因为月仙并无恶意，所以她们姐妹的灵魂与意识尚在，并且很是安全。但还有第2种结局，那就是占据者彻底占据了一切，原本的意识被彻底抹除。虽然这肉身与灵魂还活着，但却早已不是原来的他们。原来的他们已经从世界彻底消失，被他人所取代。而楚风当日在疾风列族内见到亚妃、颜如玉、慕容婉3人时，他们明显不认识楚风，这让楚风觉得他们3人很可能被抹除了灵魂与意识，他们很可能死了，至少活着的可能性很低，但哪怕还有一丝希望，楚风都不想错过。就算他们死了，楚风也要为他们报仇。只是奈何楚风目前实力有限，根本没那个实力进入疾风列族内大闹一场。尽管请求他人出手并非楚风所愿，可无可奈何之下，却也只能如此了。报仇可以从长计议，可假如他们3人的意识还在呢，那就必然抓紧时间才行。疾风列族乃远古种族，除此之外，我对他们的了解也不是特别清楚。不过疾风列族除了祖先源自于远古时期，身体流淌着远古时期的血脉以外，与我们倒是没有太大差别。汤晨大师说道。前辈，我若想去疾风列族内救3个人，前辈能否帮我？楚风问道。听闻此话，汤晨大师顿时眉头皱起，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。很快，汤晨大师尴尬地笑了。楚风，真的老夫不是不想帮你。疾风列族因为特殊原因无法离开地底深处，但他们真正的实力其实深不可测，强大到难以估量的地步。老夫若与他们族内真正的高手交战，也是凶多吉少。楚风小友，你上次进入疾风列族能够活着出来，乃是万幸，莫要再进入了，知道吗？汤晨大师以极为凝重的口吻提醒道。晚辈知道了。听闻汤晨大师阵法话后，楚风才意识到他还是低估了疾风列族。远古种族果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的。同时，楚风也觉得自己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尽管当他面对金鹤真仙和布衣老僧的时候，他能够感受得到自己的成长和变化，能感受到比之当初有了极大的进步。可当面对疾风列族，面对圣光天河内的一众庞然大物，楚风仍是非常的弱小，连圣光天河内的这些存在都无法战胜的话，又如何去挑战7界圣府？必须尽快成长，必须尽快。希望此次远古灵域能给我成长的机会。楚风心中念叨着。圣光天河有一个世界被一个人所占据，这里除了他和他认识的人之外，便没有任何势力敢在此的扎根，甚至没有他的允许，也少有人敢贸然踏入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只属于一个人，而这个人便是当今圣光天河最强界灵师悟道圣尊。一座山峰宛如利剑，穿过层层白云，直入青天。此山之高，连修武者都无法目及顶端，
而在这恢宏的山峰最低端，却有着一座巨大的石门，石门上方挂着牌匾，牌匾上的4个字格外醒目：悟道洞府。此时，悟道洞府的石门之外盘坐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在那巨大的石门面前都显得极为渺小，就莫说那通天的山峰了。可此人掀起的阵势却是颇为惊人，霞光漫天，形成异象，连虚空的云层都被那霞光所覆盖。而这个人乃是悟道圣尊最杰出的弟子洞察天师。洞察天师此时运用特殊的法宝，布置出了这不同寻常的阵法，这乃是预言仪式。洞察天师正利用他的天赋进行着预言，可忽然洞察天师脸色变得难看，紧接着更是一大口鲜血毫无预兆地喷洒而出。他这一口鲜血突出，那漫天的霞光立刻收缩，恢宏的阵势也开始消散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那进行到了一半的预言仪式也是被迫停止。徒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那大门之内传来一道苍老却浑厚有力的声音：回禀师尊，弟子无能，无法预言出远古灵域的结局。洞察天师说道，他说话的时候充满了谦卑与敬畏，甚至有些惧怕，因为那门内与其对话的人正是当今圣光天河最强戒灵师悟道圣尊。悟道圣尊的修为绝非圣光天河最强，但他的戒灵之术却是最强。戒灵之术的战力虽无法与顶尖的修武者相比，可戒灵之术的力量却可以做到修武者无法办到的事情。正因如此，悟道圣尊在圣光天河的地位极高。洞察天师因为他的预言之术在圣光天河内也是有着极高名声的，可与他的师尊相比仍是相差甚远。为何会出现这等情况？悟道圣尊的声音再度自那门后传来：回禀师尊，应该是有某种力量对其进行了保护，或者说有更强大的预言覆盖了远古灵域。洞察天师回道：更强大的预言，也就是说早就有人预言过远古灵域。悟道圣尊问道：回师尊，很有这种可能，不过弟子能力有限，无法确定。洞察天师说道：真的无能为力了吗？悟道圣尊的声音再度响起：弟子无能。洞察天师低下了头，却也表现出了他的无能为力罢了。既然无法预言，就各凭本事吧。你师弟他们已经提前过去了，我们也差不多该出发了。悟道圣尊说道。可是师尊，弟子……洞察天师有些犹豫。你是担心龙氏的那个小丫头？悟道圣尊问道。弟子无能，贪图宝物，却未能将他们斩杀，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意图，他们定然不会善罢甘休。弟子遇到麻烦没关系，但弟子影响了师尊的名誉，弟子有罪。洞察天师说道。悟道圣尊淡淡一笑，这才说道：他们敢对我如何？徒儿莫要害怕，你乃我悟道圣尊的弟子，他们虽龙氏之人，也不过小人物罢了，怎敢动你？我叫你与我同行，你便与我同行，去准备一下吧。悟道圣尊说道。遵命。洞察天师说话间便站起身来，在他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了笑容。其实他等的就是他师尊这句话。虽然龙氏强大，但龙小小如今已经失势，只要悟道圣尊愿意罩着自己，龙小小和龙生部都奈何不得他。可是就在洞察天师转过身后，却忽然愣住了，他的笑容不仅凝固，眼中更是涌现出了一抹惊吓。他惊愕地发现，在他的身后竟然站着3道身影，这3个人身上有一宝笼罩，光芒流转，看不清他们的面容。但重点是，洞察天师根本就不知道这3个人是何时出现的，他们乃是简直无声无息的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。可洞察天师就算其戒灵之术不如其师尊，但也是大名鼎鼎的戒灵师，感应力极强，这让洞察天师意识到对方来头不小。你们是什么人，竟敢擅闯我师尊的洞府？虽然被惊吓到洞察天师很快便调整状态，并且怒声质问，就算对方实力在他之上，可有悟道圣尊在此，他也并不惧怕，毕竟他师尊的本事他是非常清楚的。这里是什么地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这里就好。中间的那位开口了，那是一名男子的声音，听声音还非常年轻，似是小辈一般。师尊。此时洞察天师又有些慌了，他不仅发现对方是冲着他来的，似乎也并不惧怕他师尊的名声。于是洞察天师赶忙向后退去，紧紧地靠在了大门之上，这是在向他的师尊求助。慌什么？好歹你也是有身份的人，况且有本尊在此，还有人敢对你如何吗？悟道圣尊的声音再度响起。当那声音落下之后，山峰下方开始微微颤动，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，那沉重的大门开始缓缓开启。很快，一道老者的身影浮现而出。这名老者身材挺拔，衣着高贵，却也不失仙风道骨之气，但他看上去可并不慈祥，尤其是那眉宇之间更是散发着一抹凶狠。而他正是大名鼎鼎的悟道圣尊。洞察天师，我们来此并无恶意，只是听闻你擅长预言之术，所以想你帮一个忙罢了。3人之中的年轻男子再度开口了，他的目光一直放在洞察天师身上，完全将悟道圣尊无视，这让悟道圣尊目露不悦。从一开始，这3个来历不明的人就完全没有将他放在眼中，而他这样的存在何时遭受过如此轻蔑？你们可知擅闯本尊洞府乃是死罪，除了圣光一族的人，没有人敢不请自来。悟道圣尊凝声说道，他的语气很是不善。对方3人身上有宝物，那宝物力量颇强，就连他也是看不穿。他知道对方定然是来头不小，可他却也并不畏惧，反而今日对方不给一个合理的说法，他不会善罢甘休。这就是最强戒灵师的固执。圣光一族算什么东西？那名青年男子再度开口了，只是提及圣光一族，他的态度却尽显不屑。而他此话一出，让洞察天师和悟道圣尊都有些难以置信。在圣光天河内，可没有人敢不将圣光一族放在眼中。圣光一族那可是圣光天河的霸主，并且是无人敢亵渎的霸主，敢对圣光一族不敬，你们已是犯了死罪。突然，悟道圣尊怒吼一声，紧接着周遭的空间开始扭曲，强大的力量
自其体内爆发冲出，直奔那三人冲击而去。那力量一出，非同小可，那乃是5尊境的力量，一品5尊，这便是悟道圣尊的修为。在这圣光天河内，很少有人能让悟道圣尊惧怕，但圣光一族却是让悟道圣尊惧怕的存在。眼下对方胆敢侮辱圣光一族，悟道圣尊自然不能容忍，这便是他出手的原因所在。虽然只是威压，可那却是极为强大的威压，这威压具备着毁天灭地的力量，所过之处空间碎裂，天地陷入混沌。可是任凭那强大的威压自其身旁掠过，那三人却是纹丝未动，莫说受到攻击，根本都未受到影响。这一幕，莫说洞察天师脸色发青，就连悟道圣尊的脸色也是变得难看起来。尽管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三人来头并不简单，但此时的悟道圣尊才意识到，他还是低估了这3个人。老头，我是来找洞察天师的，你不要碍事，立刻滚出我的视线之内，否则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三人之中为首的那位年轻男子再度开口了。原本自己的威压无法撼动对方之时，洞察天师已是打算收手，可是没想到对方竟如此狂妄，这样的言语已不仅是无视他这么简单，这让高高在上向来受各方势力敬仰的悟道圣尊难以忍受。无知小辈，我不知你究竟是谁，但你如此没有礼貌，老夫今日就需要给你一些教训。悟道圣尊说话之间，戒灵长袍开始舞动，自其体内更是释放出耀眼的光芒体，那乃是结界之力，而伴随那结界之力而来的还有强大的威压，那是远远超出了1品5尊的威压，那是堪比3品5尊的力量。可是那明明是结界之力，并非武力。感受到这股结界之力的强大，洞察天师顿时大喜，如此强大的结界之力，只有一种可能。恭喜师尊成功突破，掌握龙变第6重。洞察天师激动的半跪于地，向其师尊施以恭贺大礼。其师尊的结界之术本就是圣光天河最强，远古灵域开启，他师尊乃是最有机会夺得传承之人。现在他师尊竟掌握了龙变之感第6重，获得了堪比3品5尊的力量，这还有谁能够与他师尊抗衡？此事只要传出，他师尊身份与地位还要再度提升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威胁到他师尊的地位。看来你是给脸不要了。忽然一道声音响起，是那名男子。当那名男子此话响起之后，洞察天师便感觉到一股毁灭性的气息忽然出现，只是他还没来得及看清那力量，便听一声闷响传来。当其反应过来之时，先前还站在其身前的悟道圣尊已经消失不见。向门内观望，悟道圣尊已是落入了大殿深处，整个人如同一滩烂泥一般粘在了墙体上面。此时的悟道圣尊已是面目全非，就连气息也是非常的虚弱，简直就像是一个将死之人，只有一口气在。师尊见此一幕，洞察天师赶忙起身，想要去为悟道圣尊诊治伤势。站住！可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却在其身后响起。当那道声音响起之后，洞察天师便不敢动了。他不仅不敢动，更是浑身颤抖，汗毛竖起，阵阵凉风从那儿外席卷着他的全身。那声音依旧是那年轻男子的声音，只是此时那声音再度响起，对于这洞察天师而言，更好像是魔鬼的呼唤，那是预示着死亡的声音。他的师尊掌握了龙变之感第6重，不仅结界之力大增，更是获得了堪比3品5尊的力量。3品5尊那是何其强大的存在，可就是他如此强大的师尊，竟被对方打成了这个模样，甚至他都看不清对方出手。他的师尊也在昏死之前没有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，但刚刚对方出手的一瞬间，他却感受到了那股气息，那种气息的恐怖程度简直是他有生以来从未感受到过的。猛然间，洞察天师转身了，他转过身的一瞬间便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此时他连头都不敢抬起。大人，是我有眼无珠，还请大人饶命。洞察天师的声音都无法自控的在颤抖着。洞察天师，你别怕，我找你是要你帮忙，而不是取你性命。那青年男子说道。大人有何忙？您请说。洞察天师说道。麻烦你帮我预言一下，我若强行开启此物，会有何等下场？那青年男子说话间，有一物漂浮而出，缓缓落在了洞察天师的面前。看到那物之后，洞察天师吓得整个人都快昏了过去。那是一个黑色的盒子，盒子上面散发着远古气息。这个盒子，洞察天师认得，这乃是圣光一族之物。当初圣光一族得到此宝物，曾邀请其师尊去帮忙开启，而他也曾同去帮忙进行预言。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做出了关于此物的预言，所以圣光一族早就知道此物不可开启，不会再找他来问这件事。而圣光一族虽然强大，但也不可能如此藐视他的师尊。种种迹象说明，这3个人虽得到了圣光一族的至宝，但他们必然不是圣光一族的人，很有可能是他们3个盗取了圣光一族的至宝。大人，这宝物我可以为您做预言，只是我若做了，大人千万保密，若是传出去，我必然小命不保。大名鼎鼎的洞察天师此时说话之时已是泪如雨下，他名声再强，本领再大，终究也是一个女子，面对如此强大的存在，面对如此危急的局面，他也是难以承受。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密。那青年男子说话间弯下腰来，他距离洞察天师更近了，但身上的光芒也更耀眼。洞察天师看不到他的容貌，也根本不敢看，甚至吓得他身躯不由得向下压去。而就在此时，那青年男子的声音也是再度响起。对了，你最好不要骗我，否则我要你比你师尊还惨。不敢，我不敢。洞察天师连连摇头。不敢就好，开始吧。青年男子此话落下，洞察天师哪里还敢犹豫，他赶忙开启预言仪式，预言强行开启这盒子的结局。而这次的结局与上次一模一样。大人，其实我之前就曾预言过这个盒子，我无法预言出
这盒子之内究竟藏着什么，但却能够预言出强行开启这盒子的结果。这一次的预言与我之前的预言并无出入。洞察天师说道：“别说废话，直接告诉我这预言的结果。”青年男子说道。洞察天师不敢欺骗对方，将这预言的结果如实的告知了对方。原来如此，多谢了。得知预言结果之后，那三人将盒子收走，便离开了此地。他们的消失与来时一样，没有任何预兆，也没有留下一丝痕迹。他们乃是凭空出现，也是凭空消失。而当他们离开之后，洞察天师则是瘫倒在了地上。此时的他被硬生生的吓到，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已经不是自己的了。我圣光天河被其他天河的强者入侵了吗？久久之后，洞察天师发出了这句感慨。在他看来，能够从圣光一族内夺取这件宝物的圣光天河之中，没有人能够做到。既然圣光天河内没有人可以做到，那必然就是其他天河的高手。洞察天师缓和了好一会之后，才有力气爬起身来。他真的是被吓坏了。而起身之后，他便立刻来到悟道圣尊身旁，拿出诸多珍贵的宝物，布置疗伤阵法，为其师尊进行疗伤。他很清楚，他师尊的情况非常糟糕，若不及时医治，他的师尊很可能会性命不保。而经过好一会的疗伤之后，悟道圣尊才终于恢复意识，苏醒了过来。师尊，您怎么样？见其师尊醒来，洞察天师大喜，虽然情况依旧不乐观，可还能够醒来，便至少这说明他的师尊并不会立刻死去，最起码还有救。本尊灵魂遭受重创，需要慢慢调理才行。那远古灵域必然是无法前往了。悟道圣尊说这话的时候，尽显遗憾。师尊，可是您若不去，那远古灵域内的一切，岂不是白白便宜了他人？洞察天师甚是难过，他很清楚，他的师尊悟道圣尊为了那远古灵域筹备了多久，甚至闭关也是为了突破修为，从而能够更顺利的得到远古灵域内的传承。而他的师尊明明已经成功突破，掌握了龙变之感第6种，这样的实力足以傲视整个圣光天河，根本没有人能够与他师尊抗衡。除非那传承整个圣光天河之内都没有人能够拿到，倘若有人能够拿到的话，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他的师尊悟道圣尊。可谁成想，在这个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煞星，竟将他师尊重创。师尊，都是弟子的错，是我连累了师尊您。洞察天师惭愧不已，毕竟那3个人是寻他而来，而他师尊也是替他出头，才会遭受重创。尽管这并非他所愿，可说到底，若不是因为他的师尊悟道圣尊还真就不会遭遇此劫。事已至此，别想这么多了，老夫能活下来已是不幸中的万幸。不过我的好徒儿，师尊这伤着实太重，不仅需要长时间的调理，还需要及时医治才行。而现在能帮助师尊医治的，就唯有你了。悟道圣尊的声音非常虚弱，但却也没有责怪洞察天师的意思。师尊，弟子就算拼尽全力，也会帮你医治。洞察天师以保证的口吻说道。说完此话，便开始尽其所能的布置阵法，帮助他的师尊进行疗伤。然而悟道圣尊却是摇了摇头，徒儿，只是如此，你是无法帮助我的。师尊，那弟子应当如何？请师尊指点。洞察天师说道。听闻此话，悟道圣尊用尽力气，抬起双手，扯开了自己的衣衫，露出了自己的胸膛，而在他的胸口上面竟然有着一座阵法。这是看到那座阵法，洞察天师瞳孔一缩，竟有些害怕了。虽然他也看不出来这是怎样一座大阵，可只是看到这座大阵，他都能感觉得到这座大阵的诡异。徒儿，将你的手放在上面，我这阵法会指引你该如何帮我。悟道圣尊说道。师尊。然而洞察天师却是有些犹豫，不是他不想帮助他的师尊，而是那阵法着实太过诡异了一些，让他的心中感到阵阵不安。徒儿，师尊可是因为你才会被人所伤，难道你要见死不救，连帮助师尊疗伤都是不肯？悟道圣尊问道。师尊，弟子乃是您栽培才有今天，弟子不会违背您的意愿。洞察天师此话说完，便伸出自己的手放在了悟道圣尊的胸口之上，手掌落上，便有暗红色的光芒在那阵法之中释放而出。与此同时，恐怖的叫声宛如恶鬼索命，响彻于这方天地。而那洞察天师更是脸色大变，发出痛苦的尖叫。师尊，放过徒儿。此时洞察天师用力挣扎，想要将手从抽离回来，可却没有任何用处。此时那悟道圣尊脸上先前的慈祥消失不见，涌现而出的乃是一抹浓烈的阴狠。你这没用的东西，除了惹祸还是惹祸。老夫为那远古灵域准备多年，只因你引来的祸端，害得老夫无法前往。今日就用你的命来为老夫疗伤。悟道圣尊此话说完，那诡异的叫声更甚，红色的光芒更盛。可是洞察天师的惨叫声却渐渐变弱，终于红光消散，叫声不见，而洞察天师则是扑通一声趴在了地上。只不过此时的洞察天师已是如同一具干尸，不仅面目全非，更是没有了一丝气息。至于悟道圣尊的脸色也是好转了许多，不过虽不像先前那般虚弱，但看上去也依旧是重伤状态。但他却依然起身，想要御空而起，只是刚刚飞起，便飞落而下，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可恶，难道老夫当真要错过了吗？此时悟道圣尊的脸上尽是不甘之色。远古灵域所在的地方其实乃是一个较为荒凉的地方，这里乃是一座中星域的下界，没人知道为何如此厉害的遗迹会藏在这里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只因为这座远古灵域，这座下界已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来自整个圣光天河的各方强大界灵师都会经常光顾此地，甚至有人长期逗留于此，尤其是近日更是热闹非凡。就连传说中原本闭关已久的强大界灵师也都出现在了此地。之所以如此，乃是因为距离那远古灵域开启的日子已是非常之近，正因各方实力强大，
甚至久不出世的界灵师都将齐聚于此。许多修武者为了见识这些大人物，也是不远万里来到此地。他们没有夺取远古灵域内宝物的想法，只是来见世面，或者说是凑热闹的。所以远古灵域这原本荒凉的土地变得极为热闹，一座座宫殿、平地起，强大的修武者更是御空而行，四处可见。就连青天之上也是漂浮着多辆巨大的浮空战车，或是武者飞船。至于御空而过的修武者，更是数不胜数。这里俨然就成为了一座高手众多的繁华之城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如圣光一族、龙氏等庞然大物，并没有派人来此，这是由圣光一族亲自定下的规矩。这远古灵域内的传承，只有界灵师可以夺取，修武者再强大也不可参与。若有人敢违背这个规矩，圣光一族将亲自审判，对其进行追杀。这个规矩定下，为的就是可以让圣光天河内的界灵师得到更好的发展空间，有更好的前程。毕竟圣光天河内的界灵师变得强大，对于圣光天河也是一件好事。按理来说，就算不来抢夺，只是围观也是没有关系的。不过强大的势力自然不愿意做围观的绿叶，所以便都没有来到此地。就算有来的，也必然不会露面。真正的强者就是如此，较为低调，不愿引起轰动。就如汤臣大师也是如此。所以汤臣大师带着楚风、于庭、袁术三人到达此处之后，也是运用结界之术隐藏着，旁人根本就看不到他们四个。此时楚风等四人立于虚空之上，向下观望，能够看到那远古灵域。这远古灵域就是一片极为辽阔的平原，平原上面平平无奇，除了以结界之术画出的界限之外，便什么都没有。可那界限也并没有阻拦的作用，就只像是一个记号而已。而聚集在此处的强者虽多，但却没有人越过那界限，踏入平原之中。之所以如此，乃是因为那结界界限内便是远古灵域。远古灵域还未显现，但若是显现而出，谁也不知道究竟会是何等模样。想必也是因此，人们才不敢靠近。楚风既然来此，自然会进行观察，只是哪怕天眼之下，也是什么都看不穿。除了远古气息较为浓郁外，下方那片土地什么都看不出来。前辈，此地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吗？楚风好奇地问道。在自己看不穿这远古灵域的情况下，想要了解更多，就只能询问汤臣大师了。起初是这样的，可是在多年之前，这里出现了一场变故，不仅有异象冲天起，更是有古老的文字涌现。也是那个时候，有远古灵域的残图出现，所以人们才知道，原来这里乃是界灵师的传承之地，并且还是整个圣光天河最厉害的传承。汤臣大师说道。前辈，就没有人强行进入其中，想要探索一番的吗？楚风再度问道。修武之路本就是一条充满危险之路，所谓富贵险中求，更是所有修武者都明白的道理。除非明知必死无疑，否则危险这种东西，大部分修武者都并不惧怕。既然知道此地有着极为强大的传承，楚风觉得必然会有人冒险进入其中探索才对。当年的异象之中给予了我们足够的指示，那指示之中告知了我们这远古灵域何时开启，也告知我们在远古灵域开启之前，不可贸然踏入其中。可修武者之中总是有着不怕死的人，所以的确有不少人不听那指示中的警告，而选择踏入其中。但无一例外，凡是进入其中的人都会立刻从中出来，但出来之后无一例外都已死去。他们死相虽然不同，但却都是极为凄惨，宛如遭受了残酷的刑罚。可他们明明刚刚踏入便立刻出来了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只是一瞬间就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，并且就连武尊境的强者都死在过这里面。自那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敢贸然踏入了。汤臣大师说道。怪不得。经过汤臣大师的讲述，楚风也终于明白为何没人敢踏入这远古灵域的范围之内了。搞了半天是有生命危险的。000，忽然远处传来阵阵铃声。当那铃声响起之后，便立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，无数身影拔空而起。而那拔空而起的身影，大多都是年轻一代的修武者，他们此时都自向那铃声所传来的方向飞掠而去。见此情形，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楚风也将目光投了过去，这才发现原来是一个庞然大物自远处缓缓而来。那是一只巨兽，巨兽之大，身躯高达3万多米，体长更是达到了将近10万米，简直就像是一座通天的巨山在向此处靠近。这巨兽的长相颇为怪异，身形似大象，可却有着8只巨脚。因为身形太过高大，它其实也并非是在御空而行，而是踩着大地而来。可哪怕它脚踩大地，那层层白云也只能在它身下漂浮。它实在是太大了，从上观望的话，它真的就像是在飞行，唯有向下观望才会发现原来它是踏的而来。但奇怪的是，如此巨大的身躯，落下的步伐不仅没有掀起震荡，更是没有发出声音，反而是那挂在身上的无数风铃随风而动，叮叮作响。如楚风等人也是听到那铃声才注意到了它。不过最让楚风称奇的是，这个庞然大物并非活物，它乃是木头与铁艺制作而成，更像是一个造型奇特的移动宫殿。不过此物的精妙，用肉眼都看得出来，这说明它的主人绝对不是寻常之辈。这个老东西也来了。看到那庞然大物后，汤臣大师淡淡的笑道：“前辈，这是什么？”楚风忍不住向汤臣大师询问起来。他已经发现那人工打造的庞然大物内有结界守护，但那结界之术很是高明，远在楚风之上，以楚风的实力根本无法看穿，并且那结界之术很是隐秘，若不仔细观察根本看不出来。而仔细观察之后，楚风惊讶地发现其中竟蕴藏着远古气息，这说明就算此物的主人是当今时代的修武者，
可这个东西多半也是远古时期之物，此物本身就是一件宝物，只是如此巨大的宝物，楚风还从未见过。再加上它独特的结构，更是让人对其充满遐想。所以，相比于此物的主人，楚风更好奇此物的来历。那是如意古堡，乃如意老人的行宫。而如意老人不仅是武尊境的高手，其戒灵之术更是早多年之前就已经掌握了龙变4重。话到此处，汤臣大师后面的话语变得小声了一点，甚至根据老夫的猜测，这个老家伙如今的戒灵之术很可能已经领悟到了龙变第5重。那岂不是说这是一位与前辈您一个级别的存在？楚风说道：“你这小子别拍我马屁，我哪里比得过他啊？”如意老人乃是圣光天河内一位真正的隐士高人，他不参与圣光天河内的任何恩怨是非，也不踏入任何遗迹宝地，并且神出鬼没。听到汤臣大师这番话，楚风更加好奇了。搞了半天，不仅这一栋宫殿神秘，这宫殿主人也是颇具神秘色彩。前辈，为何这么多人都围着那如意古堡，就好像那如意古堡会给他们好处一样？楚风再度问道。当如意古堡出现之后，就引起轩然大波，此时更是被诸多戒灵师团团围住。那些人围着如意古堡，却又保持距离，就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一样，并且看他们那兴奋的模样，他们等待的多半是好处。如意古堡之所以叫做如意古堡，而如意老人之所以叫做如意老人，主要就是在这如意2字。汤臣大师故弄玄虚地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胡须，如意2字，而楚风也是被他吊足了胃口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汤臣大师，等着他给予自己答复。如意老人本名叫做风默然，他当年在一次机缘之下得到了这座移动古堡，古堡内更是蕴含难以解释的力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古堡内有一面镜子，只要有人站在镜子前，那镜子就会映射出他最需要的宝物。当然，那宝物也是要古堡内有才行。不过古堡内宝物非常多，具体有多少，恐怕连如意老人都不知道。不过这古堡没有任何名字，只有一块牌匾，牌匾上面刻着如意天神4个字。如意老人就认为如意天神乃古堡主人，再加上那面镜子特殊的力量，所以他便将古堡命名为如意古堡。而他也自那日起就以如意老人自居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当初的年龄其实还很小。汤臣大师淡淡的笑道：“那岂不是说这如意古堡之内有着诸多宝物，本身是一个宝藏？”楚风问道：“的确如此，甚至还有人想要夺取这如意古堡。你应该清楚，修武世界从不缺乏贪婪之人，何况是这样一个远古时期的宝藏。不过无一例外，凡是敢强行攻击这如意古堡的人，全部以失败告终，非死即伤。如意古堡蕴含着强大的力量，甚至可以说如意古堡的危险性不比这远古灵域低。就连武尊境的强者，死在这如意古堡面前的就有3位，比死在远古灵域内的武尊境强者还要多。”汤臣大师说道：“这么厉害？”楚风本就对这如意古堡很是好奇，而汤臣大师约束讲述，楚风就越发好奇。也正因如意境的存在，所以这些人才那么想进入如意古堡，因为只要能顺利进入如意古堡，就可以站在如意境面前，如意境会匹配出最适合其当下的宝物。当然，若想拿到，还要靠自身的本事。不过有一个条件，只有600岁以内的人才能够踏入其中。汤臣大师说道：“为何偏偏是600岁？”楚风问道：“这个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据说这如意老人当初得到如意古堡的传承时，年龄也刚好是600岁。至于具体缘由，无人知晓，就连如意老人也不知道。”汤臣大师说道：“还真是有趣。”楚风目光继续在那如意古堡上面打量。此时如意古堡已经非常之近，虽然早就发现此物气势磅礴，可当他靠近之后，那种压迫感却与远处之时截然不同。远古灵域为何模样还未现身，但这如意古堡却让楚风再度感受到了修武世界的魅力。又是一件远古时期的宝物，又是一个当今修武者无法破解的谜题，这让楚风觉得自己弱小的同时，也充满了动力。叮铃铃铃，忽然那如意古堡上面的铃铛发生了节奏上的变化，紧接着自如意古堡上面升起了3面旗帜，3面旗帜皆是立于那如意古堡巨兽的背脊之上，每一面都长达1000余米，随风而动，甚是威风。但看到那3面旗帜之后，楚风却是目光一动，他发现其中一面旗帜上刻写着2个字：吕戒。吕戒，吕戒。楚风是知晓的，那乃是悟道圣尊的弟子之一，也是被誉为当今后辈之中戒灵之术最为精湛的人。甚至这些日子的交谈，楚风也是知道，对于袁术而言，吕戒这个人也是有着特殊意义的。当初的吕戒与袁术都被誉为戒灵之术中最具天赋的后辈，只是可惜吕戒的天赋始终精彩绝艳，可袁术却渐渐吃力。如今吕戒与袁术这2位年龄相仿的天才，已是拉开了极大的距离。虽然提及吕戒之时，袁术皆是面带笑容，看似轻松，但楚风能够从其目光中看出袁术的压力。吕戒就像是一座大山压在袁术的身上。那么那如意古堡旗帜上面的吕戒2字，是否与悟道圣尊的弟子有何关系呢？究竟这个吕戒指的就是名震圣光天河的天才戒灵师，还是另有其他含义？前辈，为何那旗帜上面有吕戒的名字？楚风问出了心中的好奇。他觉得汤臣大师应该知道缘由，而楚风注意到他这个问题问出之后，袁术的表情明显有些变化，汤臣大师也是受到了一丝影响，这让楚风意识到这面旗帜很可能与那个吕戒有关，那是悟道圣尊的弟子吕戒留下的。汤臣大师给出了答复，如楚风所料一样，那果然是悟道圣尊弟子的手笔。如意古堡内除了如意镜之外，还有一个神奇的装置，那便是天赋阶梯。天赋阶梯共3层，唯有在戒灵之术方面天赋异禀之人才能够踏得上去。
而只要在那阶梯上面站到一炷香的时间，就说明足够优秀。吕介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成功站在那阶梯上的人，他站在了第一层台阶，并且稳住了一炷香。每当这如意古堡开启的时候，都会升起3面旗帜。之前那3面旗帜都是空白的，没人想过它存在的意义，都以为只是一个摆设。但从吕介成功站在天赋台阶第一层之后，那第一面旗帜上面就出现了他的名字。也正是那一日开始，吕介才被誉为整个圣光天河最有潜力的后辈的，因为他的天赋无与伦比。汤臣大师说道：“看来这吕介还是有些本事。”那吕介做到了其他人都做不到的事。楚风知道这是一份极大的荣耀，于是此时楚风的心中也有了一个想法，他也想在那如意古堡的旗帜上面留下自己的名字。这就好像远古时期的宝物被他征服了一样，对他而言，若是能够做到，又何尝不是一种荣耀呢？要如何才能进去？忽然于婷开口了。于婷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姑娘，除了与楚风会主动交谈外，基本上不会主动开口说话。这是她这么多日子以来第一次主动开口说话，所以她这一开口，就连汤臣大师和袁术都有些意外。尤其是当他们看向于婷，看到于婷此时的目光之后，更显意外。他们并不了解于婷，也没有想过了解于婷，只知道于婷是楚风的朋友。但此时他们忽然意识到，似乎这个沉默寡言的小姑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丫头，她眼中的那抹斗志是充斥着野心的。小姑娘，你莫非也想在那旗帜上面留下你的名字？汤臣大师笑着问道。这话语其实是有着几分玩笑话的。他意外归意外，对于于婷并没有太多期待，我只是想试一下我的天赋能够达到什么程度。于婷说道。姑娘想进去很容易，那结界门马上就会开启，只不过能否顺利踏入其中，还要经过一些考验才行。只要能够通过考验，就可以进入如意古堡。不过就算没有通过，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袁术开口说道。且他说完此话，也是看向楚风。楚风兄弟，反正远古灵域开启还有一些时间，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。楚风，进去看看吧，想遇到如意老人这个老家伙可不那么容易。汤臣大师也是开口说道。虽然对于于婷想要进入如意古堡内，他们感到意外，但他们寄予厚望的却是楚风。无论是汤臣大师还是袁术，都很想知道楚风若是进入如意古堡，会掀起怎样的动静。搞不好楚风能够在第2面旗帜上留上名字，而在这样的场合搞出这样的动静，将在何事不过。这样是楚风扬名的最好机会。就在此时，那如意古堡外出现了无数道结界门，结界门密密麻麻的，简直数不胜数。而此时，那早就聚集在如意古堡外的身影便开始向结界门内飞掠而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结界门内只要有一个人踏入其中，结界门就会有所变化。那结界门还在，并未消失，但却形成关闭状态，其他人无法进入。也就是说，一道结界门只能进入一个人。不过楚风觉得这些人根本没有必要抢，那如意古堡的身躯已是足够强大，而在那巨大的身躯外，密密麻麻的都是结界门，那结界门的数量足有数万之多，完全足够。哟，居然还有一些熟悉的身影。忽然楚风在人群之中看到了熟悉的人，那竟是岳阳和陈光，这2位界灵天才。当日帮助龙小小破解牛鼻子老道留下的遗迹，却被洞察天师暗算，早早的就退出了遗迹内。而看他们此时那生龙活虎的模样，看来他们的伤势已经痊愈了。他竟然还敢来！就在此时，袁术的目光变得冰冷，他也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。那个人乃是李风雪。李风雪与岳阳还有陈光都是奔着那如意古堡去的。当袁术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进入了其中一道结界门内。而看到李风雪，袁术会如此愤怒，那自然也是因为当日的事。李风雪的师尊玉兽尊师当日将灵域残图交给楚风的时候，在残图内藏有戒之鬼蝠虫，若不是楚风血脉之力强大，将戒之鬼蝠虫炼化，那戒之鬼蝠虫就会索取楚风的性命。今日李风雪来到这里，说明他的师尊也定然来到了这里。来的正好，老夫正想找他算账呢。此时汤臣大师也是淡淡的开口了。不过相比于袁术，汤臣大师倒是表现得极为平静。师尊，我留下吧，我帮您找那玉兽尊师。袁术说道。你留下有何用？随楚风他们进去吧。汤臣大师说道。遵命。袁术点了点头，随后看向了楚风。楚风还没有给予答复，他也不知道楚风是否决定进入如意古堡。有够威风，我也想见识一下这如意古堡的内部到底是何模样。楚风说话间便向那如意古堡飞掠而去。见状，袁术和于婷也是紧随其后的跟了过去。很快楚风3人便各自消失在了结界门之内。见此情形，汤臣大师则是将目光环顾四周，在他的嘴角挂着一抹期待的弧度。看到在场那些界灵师之后，他嘴角的笑容则是更浓。诸位，静静的等待吧，你们很快就会陷入震惊之中，你们将会知晓谁才是这圣光天河最具天赋的界灵师。从今以后，你们都将牢记这个名字，而总有一日，你们也会知晓他是谁的弟子。汤臣大师低声说着，话语之中都充满了期待。虽说他的话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听得到，但他却知道他的话一定会成为现实。他也在等待，等待从那些人的脸上看到目瞪口呆的表情。想要踏入如意古堡，需要经历考验，这个考验是针对界灵师的，难度自然不低。不过对于于婷来说，这种难度对他而言根本不成问题。毕竟于婷不仅是龙温级圣袍界灵师，还领悟了龙变之感第1重的力量。在卧龙武宗内，他可能不是特别优秀的人，可离开卧龙武宗放在这里，他的天赋与实力都极为不俗，所以这个能拦住大多数界灵师后辈的考验，于婷轻轻松松的就通过了。当于婷通过考验，从另一个界灵们走出之后，他便进入了如意古堡之内。
这如意古堡的内部空间比于婷预想的还要大。此时如意古堡内没有其他人，非常的安静。于婷没有去在意为何此地只有他一个人，而是开始打量如意古堡内部。最先进入他眼帘的乃是一块巨大的牌匾，那牌匾挂在这古堡内部的最深处的墙壁顶端，牌匾上面刻写的如意天神4个字，让于婷只看一眼就心神震荡。那定是一位强大戒灵师留下的字迹，这就是远古时期的戒灵师吗？如意古堡真正的主人。于婷忍不住在心中发出感叹，那牌匾上面没有任何结界之术，可却留有了一个强大戒灵师的气息。那气息无法确定对方的实力，可那气息却让于婷发自内心的感到敬畏与尊敬。紧接着于婷将目光投向左边，那里有3块巨大的石头，每一块石头都有100米高。第一块石头是平方于第2面，第2块石头则是漂浮而起，其高度高于第1块。至于第3块石头同样漂浮而起，且超越了第2块。于婷猜测那应该就是天赋阶梯。而在古堡的右侧则是有着一面巨大的镜子，那镜子似是古铜打造，看上去历史气息极为浓厚，应该就是所谓的如意镜了。忽然有结界门出现，紧接着便有身影踏入了此处，乃是袁术。于姑娘看到于婷，袁术倍感惊讶。袁术曾多次进入如意古堡，他对于如意古堡的那个考验早就轻车熟路，这已经无关实力，他的经验可以让他破阵的速度远远高于其他人。袁术虽然不能保证他是第一个进入此地的人，但他却没有想到于婷会在他之前踏入此地。此时他不由得开始重新打量起于婷，他忽然意识到他还是小看了这个于姑娘，这个姑娘比他预想的要厉害得多，很可能是如楚风一样的天才后辈。忽然又有一道结界门浮现，伴随那结界门出现的同时，又有一道身影踏入古堡之内。袁术，那位看到袁术脸色便立刻变得难看，因为他便是御兽尊师的弟子李风雪。李风雪，你还敢来到此地？见到李风雪，袁术顿时目露杀意。袁术不是一个容易动怒的人，但对于李风雪和他师尊的所作所为，袁术却难以容忍。袁术，那个小子的死与我无关，就算你要报仇，也应该找我师尊。事实上，就算我师尊也是无心之失，那戒之鬼符虫原本是我师尊用来防范他人的，只是当日忘记将戒之鬼符虫取出来。当我师尊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为时已晚，害怕你们误会，所以才没有返回解释。李风雪连连解释，并且在他的脸上还涌现出了恐慌。当日他能战胜袁术，乃是因为他师尊在他体内使用了特殊手段，虽然同样掌握了龙变一众的力量，可若是真刀真枪的对上，李风雪根本没有把握战胜袁术。谁会相信你的这些屁话？袁术怒容不减，反而越来越盛。此时他已释放出他的结界之力，是要准备对那李风雪动手。于婷虽然并未开口，可他的目光却也凝视着李风雪。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李风雪，可是对于当日之事，他也是有所耳闻。得知楚风竟差点被人暗算致死，与楚风统一战线的于婷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。如意古堡内不允许计较私人恩怨，若要动手就滚出去。忽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，那声音浑厚有力，虽然只有声音没有见到人，可是袁术却赶忙对古堡内的那面牌匾施以一礼，晚辈袁术拜见前辈。与此同时，李风雪也是赶忙施礼。他们都知道那声音的主人是谁，那正是如意老人。袁术真的很想教训李风雪，哪怕当日败给了李风雪，知道今日强行出手可能不敌，但他还是想要出手的。不过当如意老人开口之后，他才忽然想起，这如意古堡内是不允许随意动手的，除非是接受如意古堡内的特殊挑战。尽管怒意冲天，可他却也知道在这里应当给予如意老人尊重。紧接着开始有多道结界门出现，伴随着那些结界门的出现，越来越多的身影进入了如意古堡，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岳阳和晨光。果然远古灵域的开启引来了圣光天河最强的戒灵师们。岳阳和晨光关系似乎不错，他们打量了袁术和李风雪等人一眼之后，彼此互看一眼，不由得笑了。他们显然是认识袁术他们的，但他们却并未将袁术放在眼里，也更没有去打招呼。毕竟他们的年纪更小，也自认为天赋更强。只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在如意古堡内，袁术却有些慌了。楚风呢？在他看来，楚风就算进入如意古堡的速度不如他，但也应该是极快进入此地才对。为何眼下这么多人已经成功通过考验进入了如意古堡，但楚风却不见踪影？这可不符合楚风的实力。甚至在袁术看来，今日出现在此地的这些人中，楚风完全是有机会第一个进入如意古堡的才对。他该不会是遇到麻烦了吧？此时于婷也是目光闪烁，隐隐间感到了有些不安。他觉得正常来说，楚风不可能无法通过这样的考验。倘若楚风真的无法进入此地，那必然是遇到了特殊的麻烦。这一次我要挑战一下吕介兄。忽然晨光开口了，这不是他进入此处后的第一句话，但是他的这一句话却成功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。挑战吕界，所有人都明白他的意思。那天赋阶梯只有吕界曾成功立足，晨光的意思必然是要挑战天赋阶梯。人们知道，按照规则，只要有人在上面所站立时间超越吕界，就可以将吕界除名，将他自己的名字刻写在如意古堡的旗帜上面。原来是晨光，听闻他与岳阳都领悟了龙变一众的力量，他们还是小辈吧？这个年纪就领悟了龙变一重，也许他们真的有机会挑战吕界。此时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晨光，而晨光也是早就名扬圣光天河的天才戒灵师，是后辈之中最卓越之一。虽说人们并不觉得他能够成功挑战吕界，但晨光在100岁以内领悟龙变一众力量这件事也早就名扬，他的这份天赋的确让人赞叹。
所以人们觉得，若是陈光真的要挑战，也并非绝无机会。听闻众人的议论，陈光越发得意，随后他便向天赋阶梯行去。可是他刚踏出几步，距离天赋阶梯明明尚远，便突然传来一声闷响，而那陈光更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一样，捂住了自己的鼻子，且赶忙倒退几步。什么东西？陈光怒吼开来，他很清楚是有东西拦住了他，只是他看不到那是什么。有东西。对于这样一幕，众人也是略感惊讶。本来以为陈光是在说笑，但还是有人试探性的向前摸去，这才发现竟真的有着一道无形的屏障拦在了他们的面前，挡住了他们前往如意境和天赋阶梯的路线。他们所有人都被那无形的屏障拦住了。真的有东西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过不去了。对于这样的一幕，众人纷纷皆是不解。他们好歹都是界灵师中的天才后辈，虽说他们的界灵之术可能比不上外面那些大人物，但他们在后辈之中也都是非常卓越的存在。甚至在这里，大部分人都是龙温级圣袍界灵师，就连掌握龙变一众的人也绝对不止袁术、李风雪以及于婷等人。但他们任凭用任何手段观察，都发现不到那重屏障，竟然只有用手去摸，真切的触碰到了那无形的屏障之后，他们才能发现那屏障真实存在。这正是他们感到不解与惊奇的地方。什么样的屏障竟能够瞒得住他们所有人？请问如意大人，这是何意？难道又增添了新的考验，要通过考验才能进去？猜测不出结果之时，有人开口询问起来。这样的情况他们第一次遇到，只能向如意老人寻求答案了。是有人开启了隐藏之门。如意老人说道：隐藏之门。听闻这4个字，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，目光变得复杂。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听闻隐藏之门4个字，就连袁术也是目露意外，但同时却心中窃喜。尽管他还不清楚那隐藏之门是什么，但他却已经有了猜测。倘若有人能够开启这所谓的隐藏之门，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楚风。我就知道楚风兄弟不可能被淘汰。袁术原本凝重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，就连冷漠的于婷面容也是有所缓和，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弧度。如意大人，隐藏之门是什么？陈光开口问道。与此同时，其他人也都竖起了耳朵。隐藏之门隐藏于你们进入如意古堡的通道之中，你们只想着如何破解阻拦你们的阵法，然后进入如意古堡，但却从未发现过那隐藏之门。但今日有人发现了它的存在，并且踏入了其中。除非这个人挑战隐藏之门失败，或者进入此地后开启了如意境，否则你们只能在此等着。如意老人虽然没有现身，可他的声音却再度响起。除非挑战失败，或者开启如意境，这是何意？众人面面相觑，脸上金色越来越浓，因为他将是拥有第一个开启如意境资格的人。如意老人再度说道。此时众人明白了，不管是谁开启的隐藏之门，他都已经高于在场的所有人一等。除非那个人挑战失败，或者他挑战成功踏入此处，率先开启了如意境，否则如晨光、岳阳、袁术、李风雪这些人只能在这里等着，根本没有资格靠近如意境，也没有资格靠近天赋阶梯。此时有人惊叹，但也有人面容难看，尤其是如晨光这样的人，先前还洋洋得意的他，脸色变得暗沉。倘若说先前还是全场最受瞩目的那个人，那么此时他身上的所有光芒都被掩盖了下去，他与所有人一样，都成为了这如意古堡内的配角。这里的主角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开启了隐藏之门的人。真是该死，怎么会出现狗屁隐藏之门？陈光在心中怒骂起来。他与袁术一样，曾多次踏入此地，对于如何通过那考验进入此地，他早就轻车熟路，但他还真的没有注意到过那通道之中有什么隐藏之门。大人，是谁？是吕介吗？忽然有人问道。那位话音刚落，其他人的声音便随之响起。这还用问吗？一定是吕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。纵观整个圣光天河，只有吕介可以。这些人异口同声，他们没有过多的思考，便觉得这个开启了隐藏之门的人必然就是吕介。虽然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不是100岁以内的小辈了，可毕竟有资格挑战如意古堡的，也都是有着年龄较小的人。他们在这浩瀚修武界之中，也都是后辈。纵观整个圣光天河内，这个年龄以内的后辈之中，有这个能力开启那所谓隐藏之门的，也就唯有吕介可以。而就在此时，如意古堡的深处，那如意天神牌匾的下方，忽然有光芒涌现，那是7色的光芒，华丽而耀眼。7色的光华出现之后，如同7条神龙相互缠绕，缠绕交错之间汇集成一道耀眼的结界门。此时所有人都目光都投向了那道结界门，他们知道应该是那开启隐藏之门的人挑战成功了。紧接着竟然有人发出了欢呼。吕介兄好强，吕介兄弟威武，太不可思议了，不愧是悟道圣尊大人最看好的弟子。吕介兄真是让我被大开眼界。而这欢呼与夸赞没有例外都是围绕着吕介而响起。